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两腮没肉，这人难富；头尖额窄，注定负债。贫困真的是注定的吗？在我们老一辈的言谈中，常常能听到一些耐人寻味的俗语，很多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性。尽管这些话有着信则有，不信则无的偏向，但不可忽视的是，它们背后折射出的文化智慧。比如有一句话：两腮没肉，这人难富；头尖额窄，注定负债。这句话是不是在暗示某些人贫穷困苦的命运真的无法改变？今天我们不妨一起探讨这个话题。首先来看前半句：两腮没肉，这人难富。这里所说的两腮，实际上是指腮骨和颧骨的部位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边腮帮子。如果两侧的面部线条显得过于瘦削，像刀削般尖锐，老一辈人会认为这是一种作腮的面相。在传统的审美观念里，圆润的脸型更具福相，而瘦削的两腮则象征着缺乏包容和责任心。这类人往往被认为心胸狭窄，缺乏关爱与责任，甚至可能积累财富却不懂得如何使用，只会为钱而钱，从而难以积聚真正的财富。然而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现代社会对美的定义早已发生变化。如今的审美趋向精致、瘦小，尤其是锥子脸，更是许多人追求的美丽标准。传统观念中的面如满月，如今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。所谓两腮没肉，这人难富的说法，似乎也逐渐失去了实际的依据。接下来我们看看后半句：头尖额窄，注定负债。这一句话在过去常被用来形容那些头型较为尖锐、额头较窄的人，认为这类人做事过于急功近利，缺乏远见。由于只关注眼前的利益，而忽略了长远的规划和理财，这样的人很难走向成功，反而可能陷入财务困境，甚至负债累累。虽然这一说法从表面上看似有一定道理，但现实中，很多头尖额窄的人反而凭借聪明才智和灵活应变的能力，在商海中崭露头角，积累了可观的财富。再说头大额宽这一形象，老一辈人认为这类面相的人有领导才华，可能成为官员或商界巨头。然而，现今的社会不再单纯以头部大小来判断一个人的命运。现在我们听到的常见说法是：脑袋大，脖子粗，可能是大款，也可能是厨子。这样的言论无疑也反映了当下社会多元化的发展。因此，虽然面相学的历史悠久，仍然有人信奉它所传递的信息，但在今天，更多的现代人已经不再盲目地相信这些传统的偏见。生活的财富与福运，并非单纯由外貌决定，相反，人的奋斗精神、学习能力和智慧才是改变命运的真正关键。而那些曾被视为倒霉或贫困象征的面相，在现代社会的审美标准下，反而成了健康、积极和美丽的象征。第二，这几种面相的人天生劳碌命，你在其中吗？面相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底蕴。它通过观察人的面部特征，揭示了个人的性格、情感、社交能力，甚至可以预测一生的运势。面相学不仅关注面部的形态与轮廓，还考察眼神、眉毛、嘴唇等细节，来推测一个人天生的命运与财富。那么，哪些面相代表着一生命运多舛、难以享福？又有哪些面相预示着天赋的好运与福泽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，看看面相学的智慧是否真的能揭示个人的命运轨迹，看看它是否有其不容忽视的道理。一、天生劳碌命的人面相。一、眉短眼长的人，眉毛长度不超过眼睛。这类人除了正职的工作外，多半会利用空档的时间兼差其他副业，是个名副其实的钱奴，热衷于蜡烛两头烧，永远舍不得放下手边工作好好休息，是天生的劳碌命。二、
鱼尾纹多的人，鱼尾纹超过3条的人总是精力充沛，在职场或情场上都是拼命三郎。而鱼尾纹所在的部位又是面相上俗称的夫妻宫，这种人总是会为另一半操劳，经常会为了讨对方开心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，反而把自己搞得非常累。3. 眼角下垂的人，眼角下垂的人努力度与企图心都很旺盛，是那种不达目的绝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人。这种长相往往是典型的工作狂，过劳族，熬夜加班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，不会注意身体健康，属于事业劳碌型。4. 额头线抬头纹，所谓抬头纹，就是指额头上出现的横纹。年轻时即有抬头纹的人，通常家境都不是太好，从小就背负着生活的重担，付出的要比同龄人多很多，同时因为身边缺少人帮助，事事都需要自己一个人面对，因此生活不可避免会很劳碌。5. 天庭窄小乱纹，天庭代表个人的运气与一生的前途。俗云头尖额窄无贵相，这句面相断语的意思是头顶尖尖而额头窄小的面相，一生没有贵人相助，且所作皆难以成功，做人做事缺乏远见，智商一般，不能在某一个领域有所建树，所以属于奔波劳碌命。6. 头发粗浓而立起来，头发又粗又浓的，属于做事不仔细而脾气又偏大，性格粗暴而不懂得深切的道理，做事冲动而没有耐力，往往半途而废，不能始终如一坚持一个事业，所以往往奔波劳碌而无所成。7. 两耳尖薄无贵相，两只耳朵薄小的人，往往定力不足，忍耐力差，背井离乡出来谋生，一定要谨慎投资，小心理财，多行善多放生，改变命运。8. 眉毛粗浓又压眼，并且眼神很弱，此为没有意志力面相，这样的面相人唯唯诺诺，做事不积极，没有上进心，只是混日子，消极生活的人，眼睛是心灵的反应，眼神弱就一事无成了。而眉毛粗浓，必然内心想做大事，但是眉粗压眼无神韵，就是整日幻想发财，没有积极有效的行动，手高眼低之辈了。9. 额相踏扁，额头及天庭，常常会以额头长得饱满厚实为最佳，代表此人早年的运势发展会非常的顺利，个个都是头脑聪明之人，事业钱财都不错。但若是额头长得塌扁，没有气势，发际线长得非常的低，则这样的人往往没有啥主见，多半都是目光短浅之相，一辈子都是劳碌命，注定成不了啥大的气候，最终的日子自然会是越过越穷，发不了啥大财。10. 泪堂有杂纹，泪堂位于下眼皮的位置处，属于面相12宫之一的子女宫，代表的是他们的子女运势与事业运势等。若是此人的泪堂长得杂纹恶质，则往往这样的人子女运势发展不佳，多半都是一些没有啥大出息的人，常常会为了钱而发生争吵，别指望儿女能够给自己养老，甚至还会啃老，没出息。所以往往这样的人一辈子都是辛苦劳碌相，成不了啥大财。11. 人中短浅，人中位于鼻梁下方的凹槽的位置，代表的是一个人的生殖能力与健康运势等，尤其是会以人中长得深阔有形为最佳，必定会子嗣兴旺，健康长寿。但若是人中过于短浅，或是有杂纹乱痣等，则这样的人往往生殖能力比较差，子嗣后代过于单薄，没有可以依靠的人，就连他们的身体健康方面也不会太好，往往容易体弱多病，一辈子为钱发愁与担心。12. 手腕线不清，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手腕线不清楚，甚至没有手腕线，则一般的情况下，他们的出生的运势不好，往往连自己的生活都是问题，常常是干啥都不会容易，甚至于还会连基本的维持都是问题，吃不起饭，穿不起衣，与家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聚少离多，
在外就算是打一辈子工的，也不会发达，只能是出苦力的命，往往难以过得好。2、天生有福之人的面相。1、眉毛浓密，长眉入鬓，毛发浓密的人大多重情重义，这点在年轻时也许会吃亏，但日久见人心，愿意与之相处的人会越来越多，为其运势的好转奠定了基础。眉毛比较长的人有体谅人的雅量，性情温和，不会为钱所困，易得众人相助，六亲关系比较好，尤其是长眉入鬓的人，运势更是会越来越好。2、眼神宁静淡远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眼神最能表现一个人的内心。眼神宁静淡远的人，不会为了些许小事耿耿于怀，与人相处则抱着吃亏是福的宗旨，舍得舍得，日积月累的舍，付出，为他们积累了老年的好运。3、鼻翼丰隆，鼻翼丰隆的人有能力、有福气承担意外的福禄富贵。鼻子生得直挺的人，表示心有正直。他的鼻子愈丰厚高挺，便愈表示他有驾驭金钱的能力，绝不会因为一时贪念而兵行险着，反而是义气大于一切，并以身作则的勤奋工作，使到身边的人也能分享到他的奋斗精神，和分享到他那成功的果实。4、人中上窄下宽，纹路清晰。人中形状上面比较狭窄，越往下越宽的人，小时候也许运势不一定很好，但是却呈现越来越好的趋势，到了老年运势更好。人中纹路清晰的人多主长寿，正所谓好运也要有好命相，而这种面相的人正可以充分享受自己越老越好的运势。5、唇形端正，唇尾上翘，口型端正的人有口福，有口德，说话不会太伤人，也不会因此伤了自己。唇尾上翘的人不笑也含笑，很容易给人好印象，愿意与之相处，这些都为主人的好人缘、好心情、好健康打好了基础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